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春秋时期，齐桓公意图扩张领土，计划吞并周边的鲁国和梁国，以增强齐国的实力。然而，他知道如果直接采取军事行动，可能会引发这两个国家联手抵抗，从而让齐国陷入不利局面。因此，他向自己的谋士管仲寻求了一个更为巧妙的解决方案。管仲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提出了一个创新的策略。他建议齐桓公及其臣民改变服饰习惯，转而穿着用一种较提的丝绸制成的衣物，并且禁止国内自行生产这种面料。这是因为当时的鲁国和梁国特别擅长生产和加工提，如果齐国全民改穿提衣，那么对这种特殊面料的需求将大大增加。为了满足齐国的新需求，鲁国和梁国的人民必然会看到其中的商机，他们会放弃传统的农业耕作，转而大量种植桑树，以支持丝绸生产。这样一来，这两个国家将会逐渐荒废农田，转而专注于丝绸制造业。在此期间，齐国则会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发展农业，确保国内粮食充足。几年后，随着鲁国和梁国对丝绸产业的过度投入，他们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，不得不依赖于从齐国进口粮食。这时，管仲建议齐桓公实施下一步计划，宣布禁止齐国民众继续穿着提料衣物，改穿其他材质的布料，并切断与鲁国和梁国的贸易往来。没有了粮食供应，鲁国和梁国的民众面临严重的饥荒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两国国君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价格，向齐国购买粮食。当时，齐国百姓购买一石粮食只需要10钱，而鲁国和梁国的百姓则需要支付上千钱才能买到等量的粮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鲁国和梁国无法承受。最终，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，齐国没有动用一兵一卒，仅通过经济手段就成功地迫使鲁国和梁国屈服，顺利实现了对这两个国家的吞并。此外，齐国还因为这场精心策划的经济战而获得了丰厚的财政收入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这就是管子《青虫物》记载的种桑误国的典故。在现实中亦不乏相似之处，通过影响对手国的产业结构或消费习惯，逐步削弱其经济基础，进而实现战略目的。比如，通过政策引导或市场手段，促使对手国过度依赖某一产业或资源，随后利用市场波动或政策调整，对其进行打击。这个是经典的阳谋案例。阳谋与阴谋是中国古代智慧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模式。阳谋指的是依据自身优势主动出击，通过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达成既定目标，即使对方完全知晓这一计划，也难以防范或反击。阳谋的精髓在于即使被对手洞悉，也无法阻止其实施，就如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相比之下，阴谋则是依靠秘密行动、欺骗和欺诈等手段，在暗中策划以达到目的。一旦阴谋被揭露，往往会前功尽弃，甚至会遭到反噬。接着再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在春秋时期，齐国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，名叫晏婴。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辅佐了齐灵公、齐庄公和齐景公3代国君长达50余年之久。在他辅佐的最后一位君主齐景公时期，朝廷中有3位勇士，公孙捷、
田开疆和古野子。他们以勇猛著称，曾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，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，因此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望。这3位勇士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情同手足，彼此结为兄弟。然而他们恃功而骄，甚至在相国晏婴路过时也不给予应有的礼遇。晏婴认为这种情况若不加以控制，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，于是向齐景公进言，指出这3位勇士虽然英勇，但目无尊长，无视法纪，长此以往必将成为祸患。齐景公虽然认同晏婴的看法，但考虑到这3位勇士的武力，不敢轻易处置。晏婴随即设计了一条计策，他建议齐景公以表彰功勋为名，邀请这3位勇士入宫，并准备了2个极其珍贵的桃子作为奖赏。当3位勇士被召见时，齐景公按照晏婴的建议将桃子呈上。晏婴解释说，这2个桃子代表了国家的最高荣誉，但由于数量有限，只能授予功劳最大的2位勇士。公孙接和田开疆先后报出了自己的功绩，并各自拿了1个桃子。古野子见状，感到自己的功劳更胜一筹，却没有得到桃子，便愤怒地质问2位同伴。听到古野子讲述了自己的英勇事迹后，公孙接和田开疆意识到自己的确不如古野子功勋卓著，感到羞愧难当，纷纷将手中的桃子归还，并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谢罪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古野子也感到十分内疚，他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冲动才导致了2位兄弟的死亡，因此他也选择了自杀。就这样，晏婴巧妙地利用2桃杀3士的计策，在不引起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解决了潜在的隐患，保护了国家的稳定。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晏婴的政治智慧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荣誉和忠诚的价值观。这就是著名的2桃杀3士的故事，同样是阳谋的经典案例。其特点是通过公开的激励来制造内部矛盾，使其自相残杀。这是一种心理战术，利用人性中的骄傲和荣誉感来达到目的。整个过程看似公平合理，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游戏。在我们身边，亦不乏类似2桃杀3士的情境，或许是在职场中，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，激发竞争，促使团队内部自我优化，亦或是在社交场合，利用微妙的心理暗示，化解潜在冲突。大家是否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类似的阳谋呢？